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今年27岁，我姓向，出生在福建厦门。半年前，我和我谈了4年的男朋友结婚了。我们2个人的感情一直来都很好。这4年里，我们也一起经历了许多东西，也把彼此当成了最重要的人看待。婚后的生活，我们也过得很幸福。老公也从来都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，也不会拎不清。虽然他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妹妹，但是他从来不会从妹狂魔，更不会纵容自己的妹妹欺负我。当他妹欺负我的时候，他都会帮我。所以老公是一个很好的男人。说到小姑子，我特别的反感。没结婚之前，他一直以来都很不喜欢我，每天就知道欺负我，要么就是找借口问我借钱。有时候看在老公的份上，也会借给他，可是每次借了之后，他都不还我。问他还钱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：“你是我哥的女朋友，你给点钱，我用怎么了？你怎么还需要我还钱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显得你很计较？你家里那么有钱，你不应该大方一点吗？这点钱有必要整天问我玩吗？你这样子只会拉低你的身份。”听到小姑子这么说，我很无语。难道我有钱就必须要给别人花吗？还有别人借钱，我就不叫别人还了吗？我还没大方到那种程度呢。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圣人，没那么伟大。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这样子回应小姑子，而是选择了不计较。不计较是因为我觉得小姑子是我老公的妹妹，我不想因为这点事情到时候2个人闹别扭。可是就算不闹别扭，小姑子也看不起我，总是一副很自以为是的样子。我跟他哥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总是挑拨我们2个人的关系，想让我们分手。因为他想让他哥娶他们公司的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就一直希望我们分手。但由于我们2个人相爱，所以根本拆不散我。小姑子虽然知道拆不散我们，但还是不死心，还是每天想尽办法来挑拨我们2个人的关系。后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，她提出让我们家陪嫁房子，因为她也到了结婚的年纪。她跟她男朋友也谈了2、3年，但是她男朋友家里很穷，买不起房，所以她想霸占我这套房，这样以后她就不用愁没有房子住了。所以在订婚宴上，她要求我父母陪嫁一套200平方的房子。当时我父母也没有说什么，也答应陪嫁房子，因为父母本身就想陪嫁房子给我，所以就算小姑子不问，我父母也会给。但是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觉得小姑子脸皮很厚，我老公都没开口问我们家要陪嫁房，他就直接开口问了，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但好在公婆说给5万彩礼我家，不然我都不想让我爸妈陪嫁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吃亏。所以好在我有一对通情达理的公婆。后来一切都谈妥之后，我们也把婚事给定下来了。订了婚之后，我爸妈就立马去看房子，很快就买下了一套200平方的房子送给我，而且名字只写我一个人的。不是我爸妈不信任我老公，而是我爸妈觉得女人要有婚前的保障，这样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没有安全感，而这套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感。后来陪嫁房装修好之后，我们的婚礼也快要到了。这个时候，小姑子提出要去参观我的陪嫁房，当时我也没有多想，也带着婆家人也跟着来参观我的房子。小姑子看到我的房子装修的那么漂亮，就开始打起了主意，然后就对我说道：“嫂子，房子真漂亮，先给我住3年，我看看住在这里舒不舒服，因为有些房子会住得不舒服，
所以我先帮你试水，等我住够3年之后，我再告诉你这里真好不好。”听到小姑子这么说之后，我就想到了小姑子是什么目的，无非就是想霸占我的房子。当时我直接回应道：“不需要，你别想霸占我的房子。”她说：“没有想霸占你的房子，只是单纯的想住在这里，帮你试试风水好不好？再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有必要计较吗？我爸妈都在这里，难不成你想当着我爸妈的面拒绝我吗？就算你今天拒绝，我也要搬进来。”我当场怒对道：“你要是敢强行搬进来，这婚我就不结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老公听到我这么说之后，连忙站出来说道：“妹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呢？你嫂子的房子怎么可以随便霸占呢？如果今天真的因为你霸占房子而毁了我的婚姻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我还让爸妈把你赶出家门，从此不让你进这家门。因为我没有你这么过分的妹妹，所以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幕。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挑拨我们的关系了。我很爱你嫂子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老公说完之后，婆婆又说道：“对呀，女儿，你不要这么过分，你都欺负了他4年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你真的想要毁了你哥的婚姻吗？我现在都巴不得他们结婚，然后抱上孙子。如果你毁了我的孙子梦，那我真的会把你赶出去，到时候你就别怪我狠心。”小姑子看到全家人都站在我这一边，最后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为了还能够在这个家继续待下去，再也没有欺负过我，对我也恭恭敬敬的。而我也不是那种记仇的人，他好好对待我，我也会好好的对待他。从那时候，一家人也过得特别的和睦，我的婚姻也很幸福。好在小姑子懂得知错就改，不然真的会被全家人讨厌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也希望所有小姑子都不要这么过分，也不要总是欺负自己的嫂子，不然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，也会因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今年32岁，我姓白，出生在广东韶关。我老公比我大2岁，他今年34岁。我们2个人是在同一家公司认识的，我俩都是那家公司的高管。我们刚进那家公司的时候，没做多久就升职加薪了。那时候我们老板也很看好我们2个，觉得我们2个都是很用心的人，有时候还撮合我们2个在一起。因为我们老板觉得我俩特别的般配，所以经常叫我们在一起。但是那时候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自信，而且总是一脸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所以我不喜欢他。直到后来我们一起工作了3年后，我才被他的行为打动。有一段时间我们公司特别的忙，而且都是忙到半夜才下班。有一次下班的时候，我突然遇到了2个流氓，当时我特别的害怕，因为我那天正好没有开车去，而且那地方也特别的偏僻，也没有人，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出现。就在我快要被这2个流氓欺负的时候，他出现了，而且3两下的就把那2个流氓给打跑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后来在一次情人节的时候，他向我表白了，还向我承诺，只要和他在一起，他就会好好的对待我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也毫不犹豫地和他在一起了，因为我觉得他能够给我安全感，也能够让我过上好的生活。就这样，我俩在一起了。在一起之后，他确实对我很好，也没有让我受过任何委屈，平时做什么事情也会考虑到我的感受。当时我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个爱我的男人。后来2人谈了1年之后，
我就和他结婚了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出手特别的大方，直接包办婚礼，还陪嫁了一套别墅和200万块钱。我家里条件一直以来都很好，所以当时我爸妈才这么舍得为我付出的。当时我公婆还到处炫耀，说自己的儿子很有本事，娶到了一个不要钱还陪嫁房、陪嫁钱的儿媳。虽然我不喜欢别人炫耀，但想让他们是老人，我也没有说什么。那时候我以为我家陪嫁了那么多东西，公婆还有老公会好好的对待我，也会把我当成宝一样看待。结果没想到是我错了，我们家那么付出，根本就得不到他们的回报，还会被他们当成理所当然。尤其是我的婆婆，总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家应该给的，还经常羞辱我，说我配不上她的儿子，要么就说要不是他儿子，估计我都嫁不出去。当时我很生气，因为我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但是想到他是老公的父母，我也不好反驳，所以就一直选择忍让。可是我越忍，他就越过分，经常跑来欺负我，有时候还故意挑拨我们夫妻感情。后来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跟老公抱怨，结果老公直接骂道：你作为晚辈，你就应该让着长辈，他欺负你就忍着，而不是跑来跟我抱怨，你这样子只会让我感到反感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很无语，没想到他变脸变得那么快，婚前把我当成宝一样，结果婚后却露出了原形，什么都向着他。父母从来不帮我，只会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那时候我对他真的很失望，我也想过要结束这段婚姻，因为我有点受不了婆媳矛盾，也不想自己这么优秀的人每天委屈在这里。可是我妈跟我说过，结了婚之后就不要轻易离婚，不然就是不珍惜婚姻。一想到这句话，我就没有了那个念头，然后就只能选择一直忍让。后来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婆婆也没有来伺候我，然后我去求她，结果她直接骂我，真把自己当成公主了吗？我儿子都不敢命令我做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伺候你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就生了个孩子而已吗？有必要那么矫情吗？以前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我还不是照样自己照顾自己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要别人照顾？要是知道你这么娇气，早知道我就不让我儿子娶你了。婆婆的话让我很伤心，本来生孩子就很不容易，身体和内心都已经够难受的了，结果她还说出这样的话来伤我。我很想发火，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，我只好带着孩子回了自己娘家坐月子。后来月子做完之后，我就带着孩子回了婆家。回到婆家后，婆就命令我做事，可是我做了之后，她还不满意，还要给我甩脸色。当时我立马火了，因为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然后我就直接跟婆婆吵了起来。吵完之后，婆婆气得直接摔门而出，然后老公就骂我，说我不尊重老人。我也一下子没忍住，也跟老公吵了起来。结果老公说道：你没有弟弟妹妹，你是个独生女，你爸妈将来都是由我来养老的，你现在受点气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妈是个老人，她给你点气受你正常，你就应该忍着。只有你受气了，我才会心甘情愿为你父母养老，不然想都别想。听完之后，我彻底的怒了，我直接回应：我不需要你为我爸妈养老，离婚吧。凤凰男，你跟你妈过去吧，老娘不伺候了，嫁给你陪嫁钱又陪嫁房，结果到头来却被你家人这样子对待，你真的太过分了。既然你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，那就别过了，赶紧带着你全家人滚出去，别住在我的陪嫁房。我可不是圣人，不可能离了婚还会把房子让给你。老公听完之后慌了，刚想道歉，
直接被我赶了出去。后来两人也离婚了。离了婚之后，他后悔万分，他想挽回，可是我不愿意，所以他就只能活在忏悔当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